他的眼睛會流水晶，只要稍微翻一下眼皮，一顆水晶就冒了出來，再翻一下又掉下來一顆，仔細一看裡面好像還有一顆。每當他哭的時候，水晶產生的更多，都不用擠，直接就能掉下來。水晶看着锋利無比，甚至可以切割玻璃，但他眼睛卻絲毫沒有受傷。這種不尋常的現象每天都在發生，一天大約會產8顆，大小形狀各異，但都非常鋒利。女兒說有天早上醒來，就感覺眼睛裡好像有東西，揉了幾下就出來好幾顆水晶一樣的東西。父母趕緊送他去醫院，醫生也很震驚，從未見過這種情況，檢查一番也沒有發現任何異常。後來呢，還被電視台採訪過，很多人慕名而來，希望可以買一顆水晶，他們覺得這東西可以治病。女兒的父母剛開始很擔心，經過一段時間，發現女兒並沒有什麼不良反應，而且還能賺錢，何樂而不為呢？無獨有偶，下面這個女孩眼睛裡也會流水晶，這種現象是2個月前開始的。剛開始以為是眼睛裡進了玻璃碎片，但是這東西越流越多，幾天就收集了1小盒，多的時候甚至一天就能產出50顆，這才意識到事情並不簡單。去過很多醫院，醫生都沒能找到原因，只能說大千世界無奇不有。但我感覺下面這個大爺更神奇，他的身體能發電，電線一頭含在嘴裡，另一頭在手臂上摩擦，燈泡瞬間就亮了，把電線插頭上，燈泡也亮，用舌頭舔一下，燈泡就更亮了。這都不算什麼，他把電線在胸口用力摩擦，產生的電力都能帶動電風扇，大功率的吸尘器也沒有問題，甚至還能帶動榨汁機。嘴裡含着電線，另一頭插在頭上，榨汁機就瘋狂轉動起來，不到10秒鐘，一杯鮮榨果汁就完成了。更誇張的是，大爺還能發電烤雞腿。他脫下衣服，在身上纏了幾圈銅線，手上拖着簡易版電磁爐，接着起鍋燒油，助手放進去2個大雞腿，再加點印度靈魂佐料瑪莎拉，不到5秒鐘，雞腿就被烤冒烟了。大爺卻一點事沒有，助理給雞腿翻個身，一份烤雞腿就做好了。大爺說，自從被雷劈過之後，便獲得了這種超能力。有次隨手拿了一個電燈泡，燈泡竟然亮了起來，連他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，還說有了這個超能力後，家裡連電費都省了不少。科學家看到這個消息，根本就不相信，還叫來了醫生和電工，準備對他進行各種檢查。一番檢查過後，終於找到了破綻。原來啊，他並不會發電，而是利用特制的插座實現了這種效果。大爺只是一個江湖騙子而已，所以大家千萬不要模仿。相比起来，下面這位是真的有超能力，他可以催眠鯊魚，可以毫無障礙的和鯊魚交流，只要輕輕撫摸鯊魚的頭，鯊魚立馬安靜下來，任他擺布。他甚至能用手托着鯊魚的鼻子，將鯊魚頭朝下倒立起來。這種睡眠狀態大約能持續15分鐘左右。接着他會把手伸到鯊魚嘴裡，目的就是拔掉鯊魚嘴裡的魚鈎，減輕它們的痛苦。這些魚鈎都來自人類的捕殺，帶着魚鈎的鯊魚雖然逃過了一劫，但魚鈎會帶來巨大的疼痛，有些鯊魚甚至還會因為感染死去。他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裡，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幫助鯊魚。然而剛開始在鯊魚嘴裡取魚鈎並不順利，鯊魚只要感到一點疼痛立馬逃走。他開始花費大量時間研究鯊魚，經過25年的觀察，慢慢就掌握了催眠鯊魚的能力，用手掌撫摸鯊魚鼻子周圍的灵敏毛孔，讓鯊魚陷入一種假睡的狀態。看似恐怖的鯊魚見到他就像狗一樣聽話，依偎在他身邊撒嬌，只要他出現，周圍就會圍過來一群鯊魚。鯊魚對他完全信任，他從鯊魚嘴裡拔出來的魚鈎超過300多個，大小各異。他說每年都有大量鯊魚被捕殺，我們必須保護好鯊魚，這對生態系統的平衡非常重要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他腦袋裡長了塊吸鐵石，每天都會吸到區別針之類的小東西，走到哪吸到哪，而且最近只要一思考，腦袋就會無緣無故的疼，實在疼得受不了了。去醫院做核磁共振，機器卻一直叫個不停，拍出來的圖片也很模糊。隨後又做了 X 光檢查，看到拍出來的片子，醫生也感覺不可思議，他腦袋裡還真的有一個12毫米的東西，邊緣看起來很鋒利，就鑲嵌在頭骨上，距離大腦皮層不到2毫米，如果穿破頭骨的話，後果不堪設想。奇怪的是，他頭上並沒有任何傷口，大媽也完全不記得這東西是怎麼進入腦袋的。醫生懷疑是小時候摔倒後，這東西就卡在了腦袋裡，當時沒注意，慢慢的傷口就愈合了。隨後大媽被送進了手術室，經過漫長的等待，醫生成功把這東西取了出来，在體內存在了30年，表面早已锈跡斑斑。那到底是不是吸鐵石呢？經過分析，這東西和吸鐵石成分很像，專家說這種金屬一般都是用作加熱元器件，像吹風機、取暖器裡面都有這种東西，很難想象是怎麼進入腦袋的。術後大媽狀況良好，再次進行核磁共振，機器也沒有響。看着伴隨了自己30年的吸鐵石，大媽唏噓不已。大媽來看病，醫生卻把蘸滿辣椒汁的棉籤插到了大媽鼻孔裡，只因這大媽實在不一般。她家客廳每天都放着一盆辣椒，這是韓國最辣的胡椒，也是她餐後水果，10分鐘就能吃完這麼一大盆。為了增加口感，她會用辣椒蘸着辣椒醬吃，嘎嘣脆，就好像吃黃瓜一樣，沒有絲毫反應。攝像小哥有點懷疑，淺嘗了一口，看來不是假的。大媽淡定的一根接一根的吃，很快就幹完了一盆。為了測試她能吃多辣，大家準備了世界各地的辣椒。大媽看得两眼放光，這麼多辣椒看着就好吃。首先出場的是來自墨西哥的胡椒，接着是煙熏辣椒，說吃起來像柿餅，
第3個是泰國的辣椒，吃起來脆脆的像薯片。總結下來還是第一種好吃。大媽忍不住又吃了一個，這把一旁的工作人員都看了。大家再次嘗試，還是辣到不行。大媽感覺很莫名其妙，根本就不辣嘛。虽然大媽很能吃辣，但也有她吃不了的東西。洋蔥和大蒜对她来說就太辣了，一吃就會滿臉通紅。為啥會有這麼極端的反差呢？醫生提取了辣椒素，對大媽進行感官測試，把蘸滿辣椒素的棉籤插入鼻孔。大媽一點反應沒有。醫生認為她對辣椒素不敏感，所以覺得辣椒並不辣。而大蒜之所以辣，是因為含有大蒜素。大媽對大蒜素非常敏感，所以才會覺得大蒜辣。他家各個角落都放着一大罐不明藥膏，廁所有，廚房裡也有。挖出一大勺均勻塗在白布上，接着貼在腰上，然後又拿出2個棍子來回敲打，說這樣做有神奇的功效。這東西到底是啥呢？他說是凡士林，說着就把這東西在眼睛周圍塗了厚厚一層，又挖了一大勺塗在了膝蓋上。奶奶聲稱這種藥膏可以治癒一切傷痛，尤其治腳氣一絕，哪裡疼就抹哪裡，每天3次就可以和疾病說拜拜。家裡任何角落都能找到凡士林，這樣是為了方便自己隨時使用。醫生表示，雖然凡士林有滋潤皮膚的效果，但是要適量。奶奶卻什麼話都聽不進去，因為自己實實在在感受到了凡士林帶來的神奇效果。她出門什麼都可以不帶，但不能不帶凡士林。來到公園就是一頓騷操作。要知道奶奶今年已經80了，這把周圍人看得目瞪口呆。然而奶奶的迷惑行為還不止這些，晚上睡覺前會拿2個木棍在身上來回敲打，說可以疏通經脈。為了健康，她把大部分時間都拿來鍛鍊身體。那她現在健康情況如何呢？檢查後發現，她眼睛已經出現了角膜發炎，不能再繼續塗凡士林了。凡士林帶給奶奶的只是一種心理安慰，对健康並沒有什麼好處。運動才是她保持健康的最大原因。她天生就有2個胃，吃自助餐盤子都能堆到天花板，但這僅僅只是開胃菜。接着來到路邊攤，又吃掉了20個壽司，這樣下來午餐就算吃完了。回到公司直接就衝進了廁所，說自己消化快，一天就要拉8次，放屁都比別人臭。下班後他直接鑽進了一家烤肉店，先要了10斤五花肉墊肚子，烤到滋滋冒油，一次加上3塊，一口就吞了下去。很快10斤肉就進肚子了，現在感覺有6分飽了。回家又趕緊做了一盆辣醬拌飯，還加了一管芥末，說自己完全感覺不到辣。小哥表示，之所以這麼能吃呢，是因為自己天生就有2個胃，這怎麼可能呢？大家帶他來到醫院，醫生也不信，說從沒聽說過有2個胃的人。接着給他做了胃鏡檢查，醫生的表情逐漸嚴肅起來，看起來他的胃確實和正常人不一樣，好像真的有2個胃。接着又推他照 CT， 觀察他的消化過程。當他吃下東西，胃部很快凸出來一大塊。經過仔細分析，醫生表示其實他並沒有2個胃，只是他長期暴飲暴食，胃被撐大了1倍而已。為了健康必須要控制飲食，小哥也表示會慢慢改變飲食習慣。之後他就做起了美食博主，給大家傳遞起了健康的飲食理念。一群男顧客看到服務員大姐就齊刷刷的摸肚子，他們並沒有惡意，只是想看大姐身體的奇葩反應。他只要看到別人摸肚子就會打嗝，電視上有人摸肚子，他也會止不住的打嗝。然而摸自己肚子卻沒有任何反應，大家都覺得他是演的。當着他的面摸了下肚子，大姐看到果然就打起了嗝，這給他的工作帶來了很多困擾。他在餐廳工作，顧客酒足飯飽後都會摸一下肚子，這使得他打嗝不斷，有一次還吐到了鍋裡，顧客一下子都不餓了。後來顧客都知道了他這種怪癖，還開玩笑似的當他面摸肚子。關鍵大姐吃得很健康，也不喜歡喝可樂之類的氣泡水，去過很多醫院都沒有查出任何毛病。他還嘗試每天吃消化藥，也沒有任何改善。大家帶他來到大醫院進行了更徹底的檢查，還是沒有發現任何問題。那現在8成就是心理問題了。經過長時間的溝通，原來這情況是5年前開始的。有一次丈夫肚子痛，她幫丈夫按摩，按着按着就情不自禁地開始打嗝。丈夫看到大姐打嗝，肚子立馬就不疼了，但大姐卻變成了這樣。醫生認為她內心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心理暗示，認為打嗝後肚子就不疼了，就這樣無意識中形成了一種條件反射。要改變也很簡單，以後生活中不要太在意打嗝這件事，順其自然，想打就打，把注意力轉移到當下要做的事情上，慢慢就會正常的。她的眼睛會噴水，倒上一杯汽水，直接用鼻子喝，喝完捏住鼻子掰開眼皮，只聽吱的一聲，一道細水柱從眼角噴了出來，噴出了2米遠，足足持續了5分鐘。這還沒完，他又拿出一個氣球塞進耳朵，捏住鼻子後，氣球竟然一點點的變大，耳朵直接成了打氣筒，不一會就把氣球吹爆了。接下來他又表演了其他幾個絕活，都是在眼睛射水基礎上延伸出來的。他說做這些就是為了好玩。之前看了一個狗血韓劇，非常感人，但很奇怪，看着看着家裡的天花板突然開始漏水，但外面并沒有下雨啊。原來不是天花板漏水，是自己的眼淚噴出来了。這才知道自己還有這種絕技。從此他開始不斷挑戰自己，從剛開始噴得很短，慢慢到現在能噴2米遠。現在他還要做個更大的挑戰，用眼睛噴水滅蠟燭。結果噴出來的水流太小，沒有成功，對着鏡子左看右看，不應該呀。接着打了幾個噴嚏疏通鼻腔，又試了幾次還是不行。原來小哥是感冒了，他表示等自己好了，
會繼續挑戰。聽說世界紀錄能噴4米，自己準備刷新下。家裡沒人留長髮，臥室卻常常出現超過1米的頭髮，最長的能達到2米多，比他本人都高。有時出現在廁所，有時出現在臥室。拔一跟自己的頭髮做對比，無論是顏色還是觸感，都幾乎一模一樣。他認為這就是人的頭髮，關鍵家人都是短髮，而且最近來做客的也都是短髮。一開始還誤會了老公，以為是老公在外面帶來的。這種現象是1周前疊衣服時發現的，衣服是剛從烘乾機裡拿出來的，趕緊查看烘乾機，裡面卻乾乾淨淨，毛都沒有。可慢慢的頭髮出現的越來越頻繁，看着嚇人。房子是他們租的，剛住進來也沒幾個月，而且像這樣的房子租金卻很便宜。當時房主也是很着急的往外租，他們懷疑房子裡發生過什麼不好的事，難不成真有那東西？攝像小哥才不信，帶着毛髮找到專家，專家研究半天，說從厚度和質地來看，確實跟頭髮非常相似。接着又放在顯微鏡下這麼一看，結果顯而易見，這並不是頭髮，而是一種線頭，應該就是衣服上的一些縫線。接着妻子檢查了所有衣服，果然在一件西裝上抽出了一模一樣的線頭，長度也完全吻合，又是虛驚一場。他每次吃飯都往沒人吃的空碗裡不停夾菜，還一直說着多吃點。記者看得一臉迷惑，男人說這是奶奶的位置，他正在屋裡睡覺。來到臥室一看，奶奶竟然是一具干屍，但家人卻堅持認為奶奶並沒有死，只是睡着了而已。說13年前奶奶就咽氣了，身體卻沒有腐爛，甚至散發出淡淡清香。雖然看起來好像一具乾屍，但血管清晰可見，一顆痣上面的毛髮還在長長，指甲也還在生長。他們甚至要定期給奶奶剪指甲，所以家人都覺得奶奶沒有死，只是一覺睡了13年而已。在奶奶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呢？據孫子介紹，奶奶是13年前突發急性肺炎，在9天不吃不喝的情況下，不僅瘋狂吐出黑色液體，還出現了異常排便的現象。有多異常呢？孫子形象的描述說，排泄物呈現噴湧狀，呼呼的往外噴，噴出了16斤棕褐色的排泄物，接着就斷气了。可奇怪的是，體溫在24小時內沒有下降，身體也不僵硬，除了沒有气息外，沒有任何死亡的症狀。而且孙子清晰地記得奶奶臨死前對他說的話：我要睡覺了，別打擾我。於是家人直接把奶奶接回了家，慢慢就变成了類似乾屍的樣態。專家說，只有在極乾燥或者極寒的情況下，才有可能形成干屍。然而當地天氣高溫潮濕，在這種環境下沒有腐爛，就很不科學。專家猜測可能是做了防腐處理，卻被家人一口否定了，還說奶奶有個特別的習慣，那就是吃齋，一吃就堅持了50年，這有可能是奶奶肉身不腐的原因之一。而且當地村民都說奶奶為人善良，做了一輩子好事，這可能就是一種福報吧。奶奶的事在當地廣為流傳，很多人慕名而來，都想要一睹真容，還認為他家的井水是回魂湯，喝了它有神奇的力量，好像閉上眼就能看見天堂。至於究竟是什麼原因，專家最後也沒有給出解釋。大爺每天買1瓶白醋，卻從來不吃，出門都要隨身攜帶。跟他來到家裡，就看到他把白醋和食用油都放在了廁所裡。還沒等大家反應過來，他就把洗潔精擠在毛巾上，開始全身塗抹。看得出來大爺是個狠人，這是把洗潔精當沐浴露用了。隨後拿水一沖，就算是洗完了。接着倒了點白醋，均匀塗在臉上，拍打促進吸收。瞬間整個廁所都彌漫着一股難以言說的味道。最後他又開始往身上塗抹食用油。原來這就是大爺的護膚3部曲，13年來都是這樣護膚的。接着他還偷偷告訴記者一個秘訣，那就是白天要用玉米油，晚上用花生油，這樣保濕效果最好。你還別說，確實溜光水滑的，感覺現在就缺個燒烤爐了。看到攝像小哥有點心動，大爺極力推薦小哥試試，按照大爺的流程搞了一遍。看得出來他不是很開心，白醋对他來說不僅可以用來洗澡，還可以刷牙，說護齦效果棒棒的，口氣都變得清新了呢。道理我都懂，但刷牙就應該用牙膏啊。大爺擺出一副沒見過世面的樣子，說牙膏有別的用途。啥用途呢？只見他往手上擠入半管薄荷味牙膏，接着就往頭上抹。你別說，泡沫還挺豐富。大爺說這樣洗完能持續清爽好幾天，工作時也要隨身帶着白醋，沒事就拿出來抹一抹。看電視也不能閒着，連妻子都不能理解大爺的奇葩操作，直接把妻子熏走了。為了達到更好的保濕效果，他還會把食用油和醋倒在紙巾上，搞了個自制面膜。有一說一，大爺的皮膚看着確實挺細膩的，但這樣護膚真的好嗎？大家帶他來醫院，並沒有檢查出任何問題。由於大爺年齡大了，如果繼續這樣操作，皮膚可能會惡化。這種護膚方式好不好不知道，反正我感覺挺入味的。印度大叔花18萬和母牛結婚，他認為自己和牛是同類，能聽懂牛在表達什麼，還說兩人是真心相愛。更誇張的是，為了迎娶母牛，他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婚禮，還為妻子準備了華麗的嫁衣。這場婚禮足足花了他18萬，還給親戚朋友發了請柬。很多人慕名而來，目睹了這奇葩的婚禮，現場熱鬧非凡。很多人都說他瘋了，但他卻很開心，終於把心心念念的妻子娶進了家門，還說希望能要個孩子。然而當初做出這個決定，父母是堅決反對的。人和牛怎麼可能在一起呢？大叔卻說出了
了自己的理由。原來大叔空閒的時候就特別喜歡找自己家的母牛說話，每次聊完天都感覺很放鬆，跟自家的母牛待在一起就是他最為快樂的時光，感覺找到了自己的靈魂伴侶。最終不顧勸阻和母牛結了婚。婚後的日子裡，他白天去上班，晚上回來陪母牛，他和母牛同吃同睡，一起洗澡看電視。除此之外，他還喝牛尿，說是能治病，而且每到結婚紀念日，他還會給妻子準備禮物，就比如一把新鮮的草或者幾根新鮮的玉米。自從和牛生活在一起以後，他戒掉了自己賭博的壞習慣，生活也過得越來越幸福。奇葩的還不止他一個，下面這位印度女孩更誇張，18歲印度女孩嫁給了一隻流浪狗，這荒唐的一幕竟然是女孩父母一手安排的。父母很看好這門婚事，而且狗狗還是父親親自挑選的，還為他們舉行了盛大的婚禮。狗狗盛裝出席，頭上被畫上了喜慶的紅色，脖子上還帶着綠色花圈，女孩也穿上了手工編織的華麗婚服。然而她卻並不開心，沒辦法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她也不敢違抗。為啥會有這麼奇葩的父母，親自把女兒往火坑裡推，真的是奇怪。婚禮開始前呢，狗狗先坐車去新娘家迎親，看得出來狗狗也不是第一次當新郎了，內心毫無波瀾。婚禮現場甚至昏昏欲睡，村裡的婦女會做一些奇怪的儀式，還會讓全村男人都喝下瑪莎拉。婚禮舉辦得很成功，完事後直接送進了洞房，接着還讓女孩把黃豆撒在床上，預示着早生貴子，這就很離譜了。原來啊，村長認為女孩給村裡帶來了詛咒，和狗結婚就可以把厄運傳給這隻狗狗，以後在家的男人就會長壽。而且不僅僅是他，凡是被認定身上有詛咒的女孩都和狗結過婚。村子裡每年都會有4到5個女孩和狗結婚，據說都已經擺脫了邪惡的魔咒，過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家人都認為她身上的魔咒也被破除了，以後就可以正常嫁給喜歡的人了。但不得不說，這隻狗狗是真倒霉。然而下面這隻狗狗就幸運多了。這家飯店的服務員是條狗，每當顧客上門，他就會點頭歡迎，還一直保持微笑。客人如果來了很多，他會挨個點頭歡迎，不會漏掉任何一個人。3個孩子在他的耳濡目染下，也學會了歡迎客人，學得有模有樣。等客人落座後，他先挑着籃子送上菜單，接着再送上濕紙巾。主人為了獎勵他，每次都會給小費，他也很懂事啊，每次都把小費存在垃圾桶裡，準備以後給孩子買狗糧。平時只要客人喊一句，他就會上前幫忙。客人覺得電視聲音太小，他就會積極地送上遙控器。飲料機裡沒有紙杯了，原本在旁邊休息的狗狗又立刻找到紙杯送了過去。客人都覺得很神奇，還說自己家的狗只會拆家。晚上飯店打烊後，他有化身清潔工，叼着掃帚開始掃地，掃不到的一些犄角旮旯裡，他會鑽進去把垃圾叼出來，熟練地丟進垃圾桶。而且他能分辨出什麼是垃圾，像這把掉在地上的勺子，他就會撿起來交給主人。打掃完畢，關燈睡覺，結束了一天的工作。主人說，狗狗已經在店裡待了7年，從來沒和客人發生過不快，不少客人還專門跑來看他。有了他的幫忙，自己輕鬆了很多。這還真是現實版的汪汪隊立大功。好了，我是右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赏。每當他一覺醒來，臉上就會出現傷口，手臂上也有抓傷。他確定不是自己抓的，自己的指甲很短，根本抓不出來這種效果。他現在怕得很，給臥室裝上了監控，結果卻讓他更加迷惑。只見每到深夜，他家的貓就像瘋了一樣撕咬他，還會把屁股在他臉上蹭來蹭去。睡夢中，他下意識地把貓推開，接着貓咪的行為更加詭異，在地上不停地抽搐。主人一臉疑惑，為什麼白天乖巧的貓咪晚上會對自己做這種事情？而且每次主人出門後，他的行為也很古怪，變得焦躁不安，憤怒地撕咬被子。這隻貓到底怎麼了？專家查看錄像後猜測，貓咪應該是夢遊了，它可能做了噩夢，把主人當成了假想敵。經常出現這種情況的話，說明和它小時候痛苦的經歷有關。主人這才恍然大悟，說貓就是他撿來的。發現它的時候，看着馬上就要死了，醫生建議可以先給它吃藥試試，還要給它更多的陪伴，讓它知道自己並不孤單。晚上，主人還用上了安神香薰，甚至打開了專門給貓聽的音樂。它聽了一會兒就開始犯困，那它晚上還會咬主人嗎？只見半夜小白又醒了，徑直來到主人旁邊。這次小白沒有下嘴，趴在主人旁邊再次睡了起來，一直到天亮，小白都沒再出現奇怪的行為，看起來小白已經康復了。然而下面這只貓的情況比小白更嚴重，在客廳看電視要全副武裝，甚至要戴頭盔，進入臥室也要戴帽子和手套，還要拿着工具防身。只因他家有一只貓，貓咪毫無徵兆地向主人發起攻擊，接着又躲到了沙發下面，沒一會兒再次發起攻擊，死死咬住主人的腿。主人查看傷情，大腿被抓了好幾道血印。主人說貓咪一直都很溫順，3個月前突然性情大變，瘋狂地攻擊他們，嚴重的時候臉上頭上都被咬過，沒辦法，只能把它關在臥室裡。但是現在有個問題，必須要進入臥室才能給它鏟屎，每次進入都要全副武裝。剛打開門，貓咪就虎視眈眈地看着，隨時準備對主人發起攻擊。它為啥突然變成這樣？寵物醫生看了錄像也很震驚，和主人溝通下來才知道，小白是生完孩子後才開始這樣的。當時懷了7胎，主人決定給它做剖腹產，手術中有一只小貓不幸夭折，沒過幾天又死掉了3只。從那時起，小白變得異常敏感，甚至開始攻擊自己的孩子。為了小貓的安全，主人把小貓都送人了。醫生
生認為小白在失去孩子後患上了產後抑鬱症，並且錯誤地以為這都是主人導致的，對主人產生了怨恨，才會出現這種反常舉動。最好的解決方法是給他提供一個舒適的生活環境，讓他感到放鬆。於是主人給他布置了一個新家，還放了很多他喜歡的玩具，同時給他藥物治療，播放貓咪喜歡聽的音樂。小白開始也慢慢地接受了主人。然而接下來這隻貓咪的行為更加迷惑。這隻貓每天往主人臉上撒尿，看到主人熟睡後，接着蹲在主人旁邊，直接往臉上吃。關鍵貓咪有時候還上火，那味道簡直了。主人很崩潰，為啥這隻貓會有兩副面孔？白天明明很溫順，為啥到了晚上就往自己臉上撒尿？還說這樣撒尿已經1年了。主人嘗試過很多方法，也打過它好多次，都無濟於事。沒辦法，主人決定戴頭盔睡覺，因為實在不舒服。剛睡了一會兒就把頭盔摘掉了。沒一會兒，小白湊了上來，確認主人已經睡着後，深情地看着主人的臉，接着情不自禁的就往臉上撒尿。主人再次驚醒，對小白一陣數落，醫生也被逗笑了。第一次見這種迷惑行為，醫生表示這可能是小白的一種溝通表達方式，一直撒尿是因為主人一直沒能理解自己的需求。那小白到底想給主人說什麼？醫生觀察後說，因為主人家裡寵物眾多，小白的生活空間被壓縮得很小，而且小白還患有社交恐懼症，所以經常會獨自一人蜷縮在角落。醫生建議給小白單獨做個新家，讓他有個相對自由放鬆的生活環境。可以看到小白對新家非常滿意，就好像在說，主人你終於懂我了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這家酒吧老闆每天來店裡第一件事就是清理滿地的大便，說最近店裡惹上了一位不速之客，酒店打烊後才來酒吧卻從不喝酒，目標卻是一卷衛生紙，都被他撕得粉碎，到處一片狼藉，關鍵還會留下滿地的大便，他不得不每天清理一遍。這位不速之客一不偷錢二不喝酒，老闆覺得他應該不是人。為了一探究竟，大家在酒吧搭了個帳篷隱蔽起來，決定守株待兔。來到深夜，牆上突然傳來聲音，一塊泡沫板在自行移動，攝像小哥都快嚇尿了，硬着頭皮繼續拍攝。只見一隻毛茸茸的腦袋探了出來，仔細一看竟然是隻黃鼠狼。他來到草坪上一陣翻滾，隨後對着花盆又是一陣發洩。專家表示，隨着天氣越來越冷，這隻黃鼠狼是準備來這過冬了，但它拉的便便越來越多，這讓店主很苦惱，決定抓住它，在籠子裡放入食物，接下來只需要等它上鈎。深夜黃鼠狼再次出現，直接被食物吸引，但它非常謹慎，在入口徘徊了很久，最終沒能抵擋住誘惑，但是並沒完全鑽進去，留了一半身體在外面，叼着食物就退了出来。吃完後沒忍住，又鑽了進去，這次完全鑽進了籠子裡，突然發現中了圈套，對着入口一頓撓，沒想到還真被它撓開了。大家看得目瞪口呆，決定再試一次，放進去一個大雞腿。黃鼠狼猶豫半天都不敢進去，但大雞腿實在太香了，最後還是鑽了進去。這次成功抓到了它，隨後帶到野外放生了，讓它回歸自然才是最佳的處理方法。他家天花板出現了詭異的破洞，而且洞的數量每天都在增加，有大有小，形狀各異。拿內窺鏡伸到裡面一看，看到了讓人頭皮發麻的一幕。起初他還以為是只蟑螂，拿殺蟲劑一陣猛噴，仔細一看才發現是個洞。天花板上怎麼會有洞呢？嚇得他趕緊去找物業，物業聽說後直接表示這是不歸他們管。主人現在很害怕，找來節目組，拿內窺鏡伸到裡面一看，竟然發現了一坨毛髮，還有很多牆紙碎片。很明顯這洞一定是什麼東西挖出來的。主人還說，天花板經常傳來咯吱咯吱的聲音，有時又像玻璃球掉在了地上。難道天花板上真有什麼生物？因為天花板沒有出口，所以這東西應該還在天花板上。大家把攝像機對準天花板，準備等它再次打洞的時候抓現行。但一直過了3天，都沒再出現新洞口，也沒再聽到奇怪的声音。沒辦法了，現在必須要請專家了。專家在壁櫥裡也發現了一團毛髮和一坨大便，很明顯不是人的。仔細觀察後，專家認為這東西應該就是老鼠，但他們住在7樓，天花板怎麼可能會有老鼠呢？專家說一定是通過一些縫隙鑽進去的，進去之後就被困住了，不知道怎麼出來，所以才會打洞。至於最近都沒有任何動靜，專家認為老鼠已經逃走了。隨後拆掉通風管道，發現管道附近有個明顯的裂縫，老鼠就是通過這個縫隙鑽進來的，最後也是通過裂縫逃走的。為了防止老鼠再次進來，大家堵住了縫隙，重新貼上新壁紙，一切恢復了正常。這個裡面有5萬株，完之後一株9塊錢，就是45萬。我今年有這樣的苗子有70萬，能賣到將近700万。他放着年薪50萬的高管不做，反而欠下1000萬囤了一屋爛葡萄。父母知道後甚至都骂他騙子，就連記者都看傻眼了。究竟是怎樣的人才能幹出這種事？你看他辛苦種出來的優質葡萄，成熟後卻不採收，偏偏等到大雪封山，故意讓葡萄凍成冰塊爛在地裡，甚至揚言要把這爛葡萄給人吃。我以為是爛的。正常來講我不會吃，也不會看。那就以為這個葡萄快壞了，快爛了。但萬萬沒想到，就是靠着這堆爛葡萄，他不但還清了所有欠款，
還能年入3000多萬。原來這種葡萄大有來頭，除了中國外，只有法國、奧地利等國家的部分特定區域才能種植。它成熟後卻不能立即採收，必須歷經一段零下10度左右的冷凍期。在嚴寒的溫度環境中，長時間的風乾與冷凍會促使葡萄的水分逐漸蒸發，內部的風味物質也開始急劇增加，從而使口感變得異常香甜獨特。為保證冰葡萄的完整性，他不惜開出1天500元的高薪，聘請工人手工採摘。然而這皺巴巴的葡萄誰見了都嫌棄，更沒人買。沒想到他靈光一閃，搞起了創新，把冰葡萄都送去了工廠，清洗乾淨後將其放入巨大的木桶中，接着採用傳統的低溫物理壓榨手段，將冰葡萄全榨成汁。没想到口感出奇的好，一上市就廣受歡迎。他只是抱着一塊石頭沉入水底，就掙了50萬。看似簡單的工作，一般人還真幹不了。光是水底的巨大壓力就能把人壓到崩潰，更別說光腳在泥濘的水底艱難前行。女人是一位職業的尋水獵人，專為富豪尋找珍貴的天然水源。這次她要探尋的是一個深不見底的冰窟，僅靠一把小冰镐，在光滑的岩壁上艱難攀爬。每一次冰镐敲擊造成的冰裂聲，就像死亡倒計時。還好最後她有驚無險地來到冰窟底部，還真讓她發現了一股清澈的天然冷礦泉。現在只需要取樣帶回後檢測合格，就能實現財富自由。這冷礦泉可不簡單，它是地下水在火山岩與沉積岩之間經歷數萬年的天然礦化和循環，吸收了岩層中豐富礦物質和微量元素後才形成的天然水源。有人之前還專門用它做了個實驗，你看往白酒中加入 pH 試劑，白酒立馬呈現出了酸性，這也是為什麼喝完酒胃裡翻江倒海的原因。但當往裡面倒入天然冷礦泉後，原本黃色的酸性瞬間变成了藍色的弱碱性，這也意味着喝酒後來上一杯這種水會舒服很多。但冷礦泉之前只有俄法德等少數國家才有，產量少得可憐，價格更是高到離譜，普通人很難喝到。直到2005年，咱們中國地質學家在北纬47度的大兴安嶺發現了近10億立方的冷礦泉，直接打破了西方垄斷。為保證水源的純淨，直接從地下2097米抽取水源，經過层层過濾和精細灌裝，就做成了這款藍岸高端冷礦泉水。把花生油倒在1000度的鐵勺上，在高溫的炙烤下，花生油剧烈燃燒，顏色逐漸變黑，最後竟變成了一坨黑色膠狀物。接着他又把醬油擠在高溫鐵勺上，接觸的瞬間醬油開始沸騰膨脹，很快被燒成了一堆黑炭。男人又把自己最愛吃的蚝油滴了上去，結果和之前一樣，最終也沒能抵擋住這高溫，變成了黑炭。然而接下來的操作卻讓他感到異常詭異。他從瓶子裡取了幾滴白樺樹脂滴在鐵勺上，白樺樹脂在劇烈運動後竟變得越來越穩定，直到最後也沒變成黑炭。這讓男人對白樺樹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，於是決定連續喝上幾天，看身體會不會發生什麼變化。剛開始的2天，他並沒有感覺到有什麼特別的，只覺得它柔潤甘甜的很好喝。可喝了幾天後，事情開始變得不簡單了，一查才知道。她為了變美，每天背着老公偷偷收集爛泥巴，細細研磨後，再加入一點神秘液體，攪勻後就往臉上抹。再後來，她變本加厲，甚至開始研磨石頭做面膜。沒想到效果還真不錯，她竟變得容光煥發。其實這面膜的神奇之處都在這瓶液體裡。為了探索這水的特性，她立馬拿給老公喝。沒想到老公連續喝了幾天後，感覺狀態和剛開始很不一樣。原來這液體就是被稱為液體黃金的白樺樹脂，是樺樹用來滋養新芽的養分，含有大量對人體有益的營養元素。但女人只是隨手摘了個樹枝剔牙，卻意外把自己剔成了千萬富翁。因為她發現這樹枝實在不一般，輕輕一嚼就有股濃烈的清香。接着她直接拿鑽頭在樹上打孔，插入吸管，瞬間就有源源不斷的透明汁液滴下來，在下面掛上個杯子，一夜過後竟然收集到滿滿一杯。她只是淺嘗了幾口，原本熬夜疲憊的身體竟變得神清氣爽。很快，這看似平平無奇的透明汁液就讓歐美富豪趨之若鶩。起初富豪們並不知道這汁液是什麼東西，只覺得在狀態不好的時候喝上一些，第2天就會很舒服。原來這是白樺樹醞養了1整年的精華，在春天用來滋養新芽的養分，含有幾十種人體所需的營養元素，而且它喝起來自帶甘甜，口感細膩柔潤，一直受到富人們的追捧，價格也隨之暴漲。好在近些年，我國也開始重視起白樺樹脂的開發，工人們就會爭分奪秒，用鑽頭挨個在樹上打出小孔，
插入導管讓白化樹枝自然流出，並掛上无菌袋收集。通常一棵树要採一整天才能灌滿這麼一小袋，可見它的珍貴程度。再加上儲存、運輸、灌裝的完備產業鏈，完整保留了它原本的營養與口感，真正做到。咖啡裡加入半瓶辣椒醬，沒有酸甜，只有苦辣。大叔說這才是咖啡的正確搭配。啤酒裡自然也少不了辣椒醬，喝這麼一杯頂過去2杯。就連吃冰淇淋都要加辣椒醬，冰火2重天的口感，很像是吃生魚片。更奇葩的是，他喝感冒藥也要加辣椒醬，說這樣容易出汗好得快。剩下的一點藥湯裡再加上米飯，這樣更有食慾了。他出門都會隨身帶着一瓶秘製辣椒醬，吃炸醬麵要先來1勺免費辣椒，再加入自己秘製辣椒醬。朋友只是聞了一下就辣到咳嗽，大家都避之不及，但大叔卻毫無感覺，幾口就吃完了。接着倒了一杯水，水裡也要擠入辣椒醬。他說這叫原湯化原食。不僅如此，連他7歲的兒子也酷愛辣椒醬，吃飯前先來上一碗泡菜湯汁開胃，接着在米飯上拌辣椒醬。這還只是家常便飯，最狠的是他連黃桃罐頭都要蘸辣椒醬。剛開始攝像小哥以為是番茄醬，嘗了一口，確實厲害。不僅是辣椒，各種各樣的芥末也是他的最愛。那他們真的健康嗎？經過檢查，發現父親患有嚴重的胃潰瘍，兒子很幸運，暫時沒發現問題。醫生還是建議少吃，畢竟正在長身體，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哦。校長當着全校師生的面竟然表演起了雜技，把氣球塞進耳朵，捏住鼻子後氣球瞬間就爆了。不僅如此，把軟管一頭插入耳朵，另一頭对準蠟燭，一口氣就吹滅了20根。拿紙巾靠近耳朵，紙巾被吹得來回擺動，大家都懷疑他耳朵裡安了個吹風機。大叔微微一笑，說其實很簡單，只要捏住鼻子用力憋氣就行了。攝像小哥試了試，果然有用，很快就掏出來一大坨耳屎。這項才藝對大叔來說非常有用，只要涉及吹蠟燭的環節，那必須要用耳朵。兒子也熟悉大叔的套路，輕車熟路地接過軟管對準蠟燭。對大叔來說，蛋糕上加點耳屎才美味。他說做這些就是為了好玩，小時候就喜歡吹樹葉子，有次吹着吹着，一坨耳屎竟然飛了出來，正好落到朋友嘴裡，這才知道原來自己耳朵還會出氣，從此都沒再掏過耳屎。大家都覺得他耳朵裡的構造肯定和普通人不一樣，來醫院一看，他耳朵和正常人的還真不一樣，並不是真有什麼特異功能，而是有缺陷，輕微的鼓膜穿孔，所以在捏住鼻子憋氣的時候，气體就從鼓膜裡漏了出來。長期這樣做的話，對鼓膜傷害很大，最終可能會導致耳朵失聰，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哦。大半夜他用攝像機對着黑漆漆的廠房，接着爬上屋頂，在監控前面丟紙飛機。小伙並不奇怪，奇怪的是這台監控每天都能拍到一個神秘物體，通體白色，還帶2個小翅膀，一閃而過，速度極快。剛開始工廠保安認為是塑料袋之類的東西，但每天都能拍到就很不正常了。大家在監控附近找了半天，都沒有看到任何塑料袋。詭異的現象不斷出現，工廠另一個監控也拍到了奇怪畫面，有一束強光射在地面，就好像外星飛碟在盤旋，同時還能聽到狗在大叫，出來卻什麼都沒有看到，光束只能被監控拍到。這件事很快驚動了工廠老闆娘，老闆娘是個文化人，她才不信什麼飛碟之類的，讓員工用紙飛機模擬白色物體，在監控前丟出。監控顯示紙飛機全身也發着光，和剛開始拍到的物體很像。這就對了嗎？之前的白色物體肯定也是個什麼垃圾之類的。老闆娘又讓員工用強光手電模擬光束，雖然在監控上能看到強光手電形成的光暈，但和之前穩定的光束完全不同，無論怎樣模擬都達不到之前光束效果。老闆娘懷疑監控設備出了問題，找來售後檢查了半天，結果設備一切正常。大家又架起了多個攝像機，也拍到了人眼看不到的神秘光束，真的是奇怪。專家左看右看，說這束光看起來和普通的光線不一樣，光束穩定不會擴散，這是地球上的光源做不到的，難道真的是外星飛碟？專家左思右想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釋，還真成了未解之謎。這個孕婦從收納盒中拿出一顆彈珠，猶豫片刻後放進嘴巴，直接吞了下去。她竟然獲得了一絲快感。隔天，她上完廁所，看了一眼馬桶，接着戴上橡膠手套，跪在馬桶邊上，直接在裡面掏了起來。不過還好，她只是把昨天吃下去的彈珠撈了出來，用水冲乾淨。她如獲至寶，小心翼翼地把彈珠放在了化妝台上。此刻她心裡有種莫名的成就感。隨後她打掃衛生，吸尘器突然就不工作了，把吸尘器翻過來，原來吸头卡住了一枚图釘。她看着图釘，内心產生一個大膽的想法：不行，這玩意兒太危險了。但他內心始終有一個聲音告訴他，你可以的。他決定挑戰一下自己，再次拿起圖釘，緩緩放進口中，直接就吞了下去。還沒有。他來到廁所，看着被圖釘劃傷的舌頭，並沒有感到一絲疼痛，相反，心裡的慾望越來越強，不自覺地看向桌子上的圖釘。他已經控制不住自己了，快步向前，一把抓起圖釘就塞到了嘴裡。這次他艱難地吞了下去，隨後他竟然笑了起來。晚上，隨着腹部的一陣絞痛，他把圖釘拉了出來，馬桶上滿是血跡。為了不被丈夫發現，他趕緊戴上
手套，拿上洁廁靈，對馬桶清理起來。就在這時，丈夫看她長時間沒出來，於是來廁所找她。小麗慌亂中打開門，丈夫注意到了她慌張的神情，但是沒太在意。丈夫走後，她把拉出來的圖釘放在了梳妝台上，收藏起來。她到底是怎麼了？這天，她又拿起一節5號電池，直接就吞了下去。吃完之後，電力滿滿，愉快地整理房間，隨後在床上看起胎教書籍。這一頁的知識點很重要啊，於是她直接把這一頁撕下來吃了。她可能想讓孩子也吸收到知識吧，畢竟孩子離高考只剩6000多天了，該衝刺了。鏡頭轉向梳妝台，可以看到她最近已經陸續吃了很多異物了，其中竟然還有個鎖頭，這只能說是藝高人膽大。隔天，老公陪她來醫院孕檢，胎兒一切正常，但緊接着護士發現小麗肚子裡好像有異物，護士剛開始還以為是機器故障，緊接着小麗被推上手術台，胃鏡緩緩深入她口中，不一會兒就取出一個曲別針，還有電池和陀螺。回家後，丈夫大發雷霆，才知道小麗有异食癖，接着把家中零碎的小物件都丟了。心理醫生安排上後，定期對小麗進行化療，還請了一個男看護，24小時監視小麗，即便是小麗上廁所，男看護還是要對她進行搜身，防止小麗在廁所吞食異物。來到廁所，小麗跪在馬桶旁，掏出了藏在馬桶下的零食，拿出一枚鐵釘，迫不及待的直接吞了。這一刻，她得到了極大的滿足。晚上，丈夫生日，在家裡舉辦了生日派對，結果丈夫把她異食癖的事告訴了大家，小麗感覺羞愧難當，但丈夫根本不在乎她的感受。不過還好，丈夫晚上向小麗道了歉，兩人打了幾局撲克牌後重歸於好。小麗按約定去見了心理醫生，在心理醫生的引導下，小麗終於說出了她的秘密。原來小麗是母親被人強暴後的產物。白天，小麗在後院種植花草，她抓起一把泥土，越看越像奧利奧碎。她知道護工正在背後監視她，於是假裝很淡定的又把土放了回去。在她上樓準備洗漱時，卻意外聽到心理醫生把自己的所有秘密都告訴了丈夫。小麗瞬間崩潰了，她變得異常焦慮，她爬到床底，想要獲得一絲安全感。這一幕被護工看到，護工也鑽進床底陪着小麗。半夜，小麗醒了過來，翻箱倒櫃找到一把螺絲刀，這也太誇張了吧！但她已經忍不住了，放進嘴裡吞了下去。她痛苦地倒在地上，被護工發現時，小麗已經奄奄一息，接着被送進了醫院，螺絲刀被取了出來。出院後，家人決定把小麗送進精神病醫院。在家人的逼迫下，小麗簽了字，同意入院。臨出發時，小麗謊稱手機充電器忘拿了。回到房間後，她想要逃走，護工也不忍心看她進醫院，決定幫她一把。從後門放走小麗後，緊接着護工來到廁所，打開廁所窗戶，擰開水龍頭，先反鎖廁所門，再把門帶上，營造成小麗自己從廁所逃跑的假象。丈夫見小麗遲遲沒有出來，撞開廁所門就發現窗戶開着，才知道小麗逃走了。逃出去的小麗攔了一輛車，來到一家賓館，她順手在路邊還抓了2把土，裝進了口袋。現在已經沒人可以管自己了，她決定吃個痛快，邊看電視邊吃土，乾淨又衛生。來到第二天，她決定去找當年強暴自己母親的人，也就是自己的親生父親。她想要了卻心結，來到生父家裡，發現家裡正在舉行生日聚會。現在的生父已經洗心革面，有了老婆孩子。小麗說出自己母親的名字，父親瞬間懂了。父親對自己曾經犯下的錯悔恨不已。父親對他說：“這不是你的錯，你沒有做錯任何事。”最終，小麗和自己和解。小麗決定對過去的自己做個了斷，想想一直並不愛自己的丈夫。於是，小麗來到一家診所，拿了打胎藥，在廁所裡打掉了孩子。她感覺自己獲得了新生。怎麼說呢？這部電影看得我嗓子疼。大家記得吃飯的時候別看啊！我是月貝，下期見。大叔睡覺要先在枕邊放一根木棍，睡到半夜就拿木棍捅嗓子。起床後要先倒立10分鐘。不僅如此，他一天還要喝20瓶可樂，走到哪喝到哪。也不是喜歡喝，而是不得不喝。喝可樂是為了緩解身體的奇葩反應。啥反應呢？大叔已經飽受打嗝困擾8年了，隨時隨地都會打，一旦開始就不會停止。這時候就必須要喝可樂，打嗝才會消停一會，但過不了多久又會重新打嗝，就連吃飯都沒辦法正常吞咽，剛吃2口就要去廁所吐掉，營養不良暴瘦了幾十斤。他們也嘗試過很多辦法，妻子會趁他不注意猛拍後背，捏鼻子憋氣，還嘗試過喝醋。一番嘗試下來，結果看來沒什麼用。大叔還聽說過一個偏方，說喝尿很管用，於是他決定這些方法裡面就屬喝可樂最管用，每次喝完都能消停半小時。出門在外沒可樂怎麼辦呢？這也難不倒他，隨便找根玉米乾就往喉嚨裡捅，利用催吐來止嗝。這個方法雖然痛苦，但效果不錯，所以晚上睡覺也要提前在枕頭旁放一個痒癢刀，一打嗝就把它塞進嘴裡。還不行的話，他會強迫自己喝高度白酒，靠着酒精的麻醉才能勉強入睡。醫院也去過了，也沒有檢查出任何病理性的原因，醫生認為是心理問題導致的。溝通下來才知道，原來8年前大叔和別人有過糾紛，當時鬧得很厲害，大叔一氣之下怒火攻心，也不知道怎麼搞的，突然就開始打嗝了，從此就沒再停下過。醫生說了很多心理學原理，我也沒聽懂，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偶發事件觸發了一個強大的心理暗示，反正是最後在醫生的幫助下，大叔終於恢復了正常。他只是张张嘴，就把所有人嚇到花容失色，因為他天生就有個長舌頭，足足有10厘米。和朋友一對比，
感覺比別人長1倍，舌頭可以輕輕鬆鬆舔到鼻子，酸奶都比別人吃得快，不借助任何工具，杯底被舔得乾乾淨淨，狗見了都流淚。之所以有這麼長的舌頭呢，一方面是遺傳，另一方面是經過它長期訓練，舌頭附近的肌肉很發達，能很好的控制舌頭。經過測量，足足有10厘米，確實挺奇葩的。比他更誇張的是下面這位大姐，她全身沒有骨頭，把手固定在凳子上，她可以圍着凳子轉圈，正常人手臂只能轉200度左右，她卻能輕輕鬆鬆轉360度，用圓規畫圓也能一氣呵成。不論是彈鋼琴還是開車，一隻手都游刃有餘。然而他身體其他部位卻非常僵硬，腳踝能轉動的幅度很小，把腿繃直，雙手也夠不到地面。他覺得是因為自己手臂沒有關節，所以才能旋轉360度。這怎麼可能呢？來醫院一查，關節還是有的，只不過他的肩關節和肘關節活動範圍比正常人大，所以才能進行360度旋轉。她一覺醒來，發現被丈夫用手銬鎖在了床頭。這是要玩什麼遊戲啊？旁邊的丈夫一言不發，舉起手槍把自己給爆頭了，瞬間血漿射了她一臉。丈夫倒在她懷裡，神經病啊你！小麗把丈夫推下床，想要逃走，卻發現手銬原來是和丈夫銬在一起的。她把手縮成一團，想要從手銬中掙脫，但根本不行。這下她慌了，他們所在的地方是野外度假屋，周圍一個人沒有。她掙扎呼喊也無濟於事。這時她看到了床頭的座機，剛撥完119，卻發現根本沒有信號。接着她撿起丈夫自殺用的手槍，這下好辦了，對着手銬來一槍不就行了？結果裡面沒子彈了。隨後她拖着丈夫想要去其他房間找開鎖工具，在衣帽間看到了一件婚紗，把婚紗拿下來，後面竟然是一個保險櫃。她没有多想，現在只想逃生。她把丈夫放在婚紗上，這樣拖丈夫就順滑多了。她準備下樓繼續尋找工具，一個沒注意，兩人一起摔下樓，來到客廳翻找自己的手機，卻發現手機泡在了花瓶裡，完蛋了，這肯定不能用了。她把手機撈出來，擦乾水分，開機試試吧。沒想到啊，手機竟然還能還是不行。來到廚房，什麼工具都沒有，她不能坐以待斃，用婚紗把腳包起來，拖着丈夫來到車庫。剛啟動車輛沒一會兒，車就熄火了，原來油箱已經被抽乾了。這到底是什麼情況？絕望之際，丈夫突然說話了，原來是丈夫提前錄制好的音頻。丈夫說這一切都是自己安排的，因為他知道了小麗和別人打撲克牌的事，所以想要報復小麗。但是我想說，你自殺是幾個意思啊？殺敵800，自損1000，完全沒必要啊！小麗現在也是懵的一逼。隨後她再次來到客廳，這時門外傳來一陣敲門聲，分不清是敵是友。她上前把門鎖了起來，門外傳來熟悉的聲音，原來是丈夫的同事，也就是自己的牌友小黑。小黑說：為什麼不開門啊？明明是你發短信讓我來的啊！小麗這才意識到，短信應該是丈夫拿她手機發的。打開門，小黑就看到死去的小麗丈夫。小麗把今天發生的事都告訴了小黑。小黑突然想起來，昨天她丈夫被指控涉嫌犯罪，這意味着她丈夫很有可能要進監獄了。瞬間，一切真相大白，她丈夫不想活了，於是準備拉他倆墊背，自殺後嫁禍給他倆。他們現在要做的就是趕緊報警。就在這時，不遠處來了一輛車，小黑讓小麗鎖上門，自己出去看一下什麼情況。車上下來2個男人，自稱水管修理工，趁小黑不注意，直接一刀解決了小黑。原來這2人也是丈夫安排來殺掉小麗和小黑的。2個殺手開始尋找小麗，小麗躲在牆後不敢出聲。趁他們不注意，小麗拖着丈夫從後門溜了出來，來到倉庫找到一把钝器，就開始砸手銬，不小心就砸掉了丈夫的手指。這時殺手小弟看到了地上的血跡，循着血跡也來到了倉庫。開門的瞬間，小麗躲在了帆布下面，但是丈夫還是被小弟看到。看着血肉模糊的丈夫，小弟也被嚇到了，喊來了杀手老大。老大掏出匕首掀開帆布，卻沒有看到小麗。原來剛才小麗已經把丈夫的手從手銬中抽了出來。這時老大的手電筒掉在地上，正好照到了快艇底下的小麗。不過還好，老大撿起手電筒直接就離開了。小麗鬆了一口氣，她找到了快艇上的一桶汽油，拖着汽油想給自己的車加油。突然殺手小弟出来了，他順勢躺在了草地裡，积雪完美的把他隱藏起来。小弟並沒有发现他，正当他給車加油時，不小心發出的聲響把老大吸引來了。殺手老大圍着車轉了一圈後突然停住，躲在車底的小麗瞬間緊張起來。老大掏出匕首蹲了下來，一刀就刺穿了輪胎。小麗趁機逃了出來，躲進了地下室。不一會兒，老大也來到了地下室，眼看着就要被發現了。他掏出車鑰匙，按下尋車鍵，車輛發出報警聲，把他們吸引過去了。一無所獲的他們再次來到屋內尋找小麗。老大來到閣樓，就看到一塊白布在晃動，掀開白布只看到了一包高爾夫球桿。就在這時，小麗突然出現，一球桿就放倒了老大，接着在老大身上找到他們的車鑰匙。小弟聞聲趕來，也被一桿放倒。小麗快速來到車上，鎖上車門，剛啟動車輛，老大就打破了車窗，把小麗拖了出來，隨後帶到臥室。原來小麗丈夫給殺手的報酬是鑽石，鑽石就鎖在保險櫃裡，保險櫃需要丈夫的指紋和小麗的密碼加在一起才可以打開。在問出密碼後，再用她丈夫的指紋成功打開了保險櫃，裡面卻沒有鑽石，只有一把巨
句子，上面寫着鑽石在小丽的项链裡。接着小丽想要把丈夫送的项链取下来，没想到项链是特制的，根本取不下来。老大突然意识到，原来这把锯子是用来锯头的。小弟觉得这樣實在太殘忍了，於是和老大爭吵起來，不小心就被推到了牆上，後腦勺撞到牆上的掛鈎，小弟就這樣死了。就在這時，小麗拿起旁邊的匕首和老大扭打在一起。危急時刻，她拿起旁邊的鉗子把老大打暈了，用備用手銬把老大和丈夫鎖在了一起。小麗飛速來到車上，一腳地板油就衝了出去，不料地太滑，沒控制住，車就撞到了倉庫。沒辦法，小麗只能在冰面上繼續爬行。這時，老大拖着屍體也追了上來，一把就抓住了小麗。兩人再次扭打在一起，冰面承受不住三人的重量，裂開了，隨即三人都掉進了水裡。冰面之下，小麗趁機用匕首解決了老大，她游了上來卻找不到出口了，看樣子凶多吉少了。就在這時，一把匕首刺穿冰面，緊接着小麗破冰而出，她成功實現自救。夏日炎炎，看這部電影真心涼快。我是岳貝，下期見。他跟着基督犬來到房子前，打開門就看到了屋裡藏滿了毒品，足足有 1.5噸。他作為缉毒隊裡的一名翻譯，沒什麼好說的，當即就決定私吞，戴上手套就開始往車上搬運毒品。無奈車太小，裝滿後備箱後只能先拉一趟回家，把毒品藏到公寓地下室。緊接着又開來一輛50紅光，把剩下的毒品裝上車溜了。路上還遇到了前來取毒品的大毒梟，還好沒被發現。看着地下室滿滿的毒品，他現在要做的就是趕緊把毒品賣出去。第一步，先去超市買了點鈔機和變聲手機。第二步，利用在警局監聽毒販的便利條件，順利找到了急着買貨的毒販大胖。第三步，網上買了頭巾，一番喬裝打扮，心花怒放，狗子見了都說旺。兩個阿拉伯毒販也是看得目瞪口呆。金姐給了他們一包樣品，談好了價格。毒販大胖試貨後非常滿意，決定和金姐來一次正式交易。金姐把交易地點定在了監獄附近，她帶着驗鈔機當場驗鈔。這一波操作再次把毒販整得目瞪口呆。這時一輛警車經過，兩個毒販嚇得不知所措。只見金姐淡定地和警察打了個招呼，毒販兩兄弟再次被金姐折服。緊接着來到第二次交易，金姐用編織袋裝毒品，坐公交車來到一家超市，大胖拿來滿滿一包現金，一手交錢一手交貨，完事後再把手機丟掉，又是一次愉快的交易，錢越來越多。為了不引起注意，他找到正在跳廣場舞的房東，房東是一位中國溫州大媽。金姐想讓房東幫忙洗錢，房東痛快的答應了。與此同時，大胖兄弟倆巨大的出貨量引起了警方的注意，警方開始監聽追查大胖。在警局工作時，金姐不斷用錯誤的翻譯信息誤導警察的追查方向，警方的工作毫無進展。他決定不能再和大胖電話聯繫了，不然遲早會被發現。於是他們現在通過遊戲語音聯繫，交貨方式也改變了。他把一包毒品存放在超市儲物櫃，把鑰匙放在餅乾包裝裡，再把餅乾放在貨架第3排的位置，接着若無其事的購物。隨後毒販大胖來了，避開攝像頭，拿到了第3排的餅乾鑰匙，接着把現金粘到包裝上，再次放回原處。兩人確認過眼神，金姐拿到了現金，大胖也順利在儲物櫃拿到了毒品。另一邊，丟失毒品的大毒梟通過街頭販賣毒品的小混混，順藤摸瓜也知道了是金姐拿走了他們的毒品。警察這邊的調查也越來越清晰了，他必須趕緊把毒品清空，抽身出來。這次他決定做個大的，和大胖約在一家內衣店交易。他拉上滿滿一袋編織袋毒品出發了，來到交易地點，把毒品先留在出租車上，只身前往內衣店查看情況。就在這時，他所在的缉毒隊收到情報，也緊接着來到內衣店。金姐趕緊從後門溜了，金姐接着通知大胖，把交易地點改在了電影院門口。兩人隨即都往電影院趕去。金姐抬頭看到了監控攝像頭，拉着毒品藏到柱子後面。終於，大胖帶着一包錢趕到，警方這邊通過剛才的監控也發現了他們，接着通知緝毒隊朝電影院這邊趕來。交易完成，金姐拿着錢往回趕，被人撞倒後錢灑了一地，來不及撿錢了，她躲進出租車就溜了。下車後回頭就看到了大毒梟，不過還好她遇到了城管，說有人跟蹤自己。大毒梟見狀也跑掉了。隔天房東女兒出嫁，金姐被邀請參加婚禮，兩個大毒梟假裝快遞小哥也來到了這裡。來到樓上，拔掉綠植，拿出藏在花盆裡的手槍，就開始尋找金姐。一門之隔的金姐聽到聲音，也拿出手槍對準了大門。毒梟撬開門，和金姐對峙起來，他們要求金姐把之前偷拿的毒品全部交出來，場面一度緊張到窒息。這時幾個熊孩子在樓道放鞭炮，鞭炮聲讓毒梟分了神，瞬間毒梟就被房東大媽解決了。完事後整理下頭髮，接着奏樂，接着舞，婚禮繼續。為了感謝房東，金姐把自己的槍當份子直接隨了。大媽說隨份子你隨把槍是啥意思？哎，不過我喜歡。婚禮結束後，金姐接到了養老院電話，說自己母親去世了。商場裡，毒梟金姐拿着一袋骨灰，把塑料袋底下戳破，就這樣整
走到哪就把骨灰撒到哪。骨灰是他妈妈的，妈妈的爱好就是喜欢逛商场。金姐用这种方式完成了母亲的遗愿。回家后，在地下室遇到了房东温州大媽，房东上来就问毒品还剩多少，金姐说还剩一点点而已。打开储藏室一看，果然只剩一点点了。母亲死了，她也厌倦了毒贩生活，決定把之前偷拿的毒品還回去。完事後，金姐賣掉公寓，找來搬家公司，決定離開這裡。金姐的上司也就是吸毒組隊長也過來幫忙，在櫥櫃裡意外發現了大量橘子餅乾，這款餅乾是毒販交易時常用的道具。隊長瞬間明白了金姐的真實身份，原來自己一直追查的大毒梟就在眼前。隨後隊長來到警局，隊長和金姐一直是情人關係。看着電影院門口金姐販毒的監控視頻，他默默刪除了視頻。最後金姐駕駛一輛遊艇浪跡天涯去了。看完電影我想說，其實還是中國大媽牛，有中國大媽的地方就一定會有廣場舞。我是岳貝，下期見。